给我瞄准了打。漂亮！哇！19岁中国跳溪王身轻如燕，一招神龙出海，瞬间干碎外国选手天灵盖，霸气 KO 吓傻裁判。注意看这个嚣张老外，竟然当众张开双臂挑衅中国小将魏宁辉，更是残忍的将魏宁辉踢飞了双腿。赛后更是嘚瑟跳起了舞蹈，嚣张庆祝。这个嚣张恶徒便是来自于约旦的搏击鬼才艾泽丁·法汉。好，注意看，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这个家伙，哎呦，男不男女不女，有着长胡子，也有着长头发啊，来自于约旦的搏击鬼才艾泽丁·法汉。约旦这个地方很小，但是这个搏击高手啊，的确是很多啊。那么这一次他也是不远万里来中国捞金，来中国踢馆。上场比赛更是将我们中国悍将、中国小将魏宁辉啊踢飞了双腿，嘚瑟庆祝。那么这场比赛，我们中国小将魏宁辉的师弟孙志祥霸气出山，他年仅19岁，是一个冲劲十足的中国拳坛新星，人送外号“中国跳溪王”啊，没有错，他的飞膝非常的厉害。3场比赛就有1场比赛是飞膝 KO 对手啊，所以说有了这么一个外号。好，这一场比赛开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孙志祥，蓝色短裤便是约旦搏击鬼才艾泽丁·法汉啊。对方的话，注意看，他是一个空手道战将。没有错，这个家伙很擅长空手道啊，腿法非常的厉害。我们注意看，他的腿也很长啊，生涯战绩30胜2负，其中包括9次 KO。将这个催泪专家呀，击败于拳下。这个法汉为什么连防守都不防守，就像在跳舞？他是以他灵活的步伐而著称的。但是不要看他这个样子，在抽到很好的时机的时候，他也是有非常精准而且超重的打击的。地扫。哇，这一腿好狠啊！大摆拳。现在呢，孙志祥还是处于一个试探阶段。好，击腹，哎呦，这2拳的链接是非常快的啊！好，对腿，压进去，地扫踢。好，击腹。我们看孙志祥呢是步步紧逼，完全不给这个艾泽丁·法汉啊任何逃跑的机会。那么不断的前压呢，也能很好的克制这个艾泽丁·法汉的战术。对方就是一个游走型战术，我们看啊，以腿法进攻为主，几乎是不出拳啊。但是问题在于他出腿呢需要一个距离啊，一个远的距离。但是孙志祥你看咬得很死啊，不打算给他这种，不给他这种发挥腿法的机会，这么打就对了。那么上一场比赛之所以魏宁辉会输啊，当时就打得有点过于谨慎了，给了对方呢这种牵制我们的机会。但这场比赛孙志祥呢，我们是有备而来。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进攻。好，截腿，不错，放下的一瞬间，全息组合，踢到绳脚。好，扫踢。可以看到孙志祥现在打得非常的放松啊，甚至一度都是面带微笑的。好，那么现在还有不到30秒钟的时间，哎呦，这一下把对方呢这个推飞出去了啊，空中把对方打飞了。这场比赛孙志祥呢的确是没有太多的废话和战术。好，继续往前顶。你看这个艾泽丁·法汉的疯狂出腿，想要打退这个孙志祥啊。好，近身打拳。其实孙志祥呢可以拳法多打一些。好，第2回合。可以看到进入到第2回合之后啊，孙志祥整体的输出多了起来。好，地扫踢。哎呦，法汉的这拳法的迎击能力也是不错的。可以看到他手臂啊，臂展还是非常长的啊，这样很轻易就能够到对方。但是现在又被孙志祥逼到绳脚，一套组合拳撤出。观众朋友们，是不是看得非常过瘾？看到孙志祥的势如猛虎啊，像一条小推土机一样，不断的前压啊，给这个艾泽丁·法汉巨大的压力。
我们看对方已经是好几次啊，已经是被逼上绝路，已经是退无可退。好，又一次，注意看，又是一个角落，好的飞膝，对方报价很紧，再来一个，先打破对方的防守，然后再打拳。孙志祥很聪明。哦，分开的一瞬间，孙志祥主动哇，把他逼到墙角，再次挺膝，把他的发型都凌乱了，我觉得。对，这说明啊，法汉在场上的表现还是毫无保留的。我们仔细看对方的发型，从这个被扎的头发已经是打散了啊。转身颠拳，好跟腿。好，继续压迫性打法，还是这样子。拳跟低扫踢，哇！哦，连续的砍击对方的支撑腿。哦，哇！跳膝跟腿，一打漂亮！哇！让我们恭喜孙志祥，没有错啊，一个跳膝拿下了这个艾泽汀法韩。他很痛苦，躺在地上披头散发，发型也被打散了。好，这场比赛非常精彩，再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孙志祥把对方呢逼到角落，一个飞膝给上去，打散之后再补上一个前手平勾，顺利的拿下比赛。让我们恭喜孙志祥，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比张志磊还高的中国巨人拳王，1分钟干趴美国拳王3次，彻底看呆全场老外。好，各位新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超重磅级别的中美对局，没有错啊。这场超重磅级，也就是说双方选手的体型呢都很硕大，尤其是眼前的这一名选手，你看他的面相啊，就好像这个原始人一样。没有错，他就是人送外号泰山的董建军，身高2.23米啊，是我们中国目前为止长得最高的选手。张志磊大家肯定不陌生了啊，他比张志磊还要高上1头还要多。好，这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子啊，一脸凶神恶煞的美国拳王艾利克斯。好，这个家伙呢很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啊，他曾在媒体面前表示，我听说中国人连饭都吃不起。那他们肯定都瘦得不成样子。我估计中国人的身高可能超过1.6米都很难，可能还不如日本人。但是今天我们董建军啊站在他面前之后，把这个艾利克斯吓到了直眼儿，对方已经是呆了。但是没过多久，对方艾利克斯就表示，我不管你长得多高，只要你是中国人，那你就只配被我踩在脚底下。好，我们的董建军。他很生气啊，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来看一下董建军大战美国拳王艾利克斯，这场比赛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好，双方站在一处，对手甚至要这个抬头瞅我们，包括现场的裁判都需要这个抬起自己的脑袋。董建军站在他的面前啊，就好像一座大山一样。好，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就是在美国啊，美国的洛杉矶啊，这个地方很出名啊，拍了很多的电影。好，赛特4回合的赛制，每回合3分钟的时间。由于是超重磅级别，所以说这个回合数呢是比较少。董建军的臂展啊，已经超过2.6米了啊，很恐怖。这个艾利克斯根本进不来，因为这个董建军的臂展啊，不允许他过来打自己，这就是身高上的优势。
Yeah, you know, he's got to get his balance right. And his stance was really good considering he comes back from that Muay Thai background where you stand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here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kicks and you have to give kicks. You know, Taishan looks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at boxing stance right now. 原本以为董建军会很笨啊，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个连贯性也是很好，而且他的移动速度也还是很稳定。连续的点刺，光是打这个前手的点刺啊，对方艾利克斯就没有办法去应对。哦呦，什么情况？这个好像都没有打到对手啊！对方怎么就跪在了地上？1分钟的时间。对方的艾利克斯现在连打到我们啊都是一个难题，我这个根本打不着啊。To hit him, you got to get in his wheelhouse, and it's also hard to reach him when you do get close, because at 6'3", Rothman is 好，最后的半分钟。9 inches shorter than his Taishan. 哦呦，前手点刺，终于是点到了对手。好，一回合有2次击倒，而且这一次还是个数秒。好，没有错，比赛第1回合已经结束，还是非常的精彩董建军也是拿出了非常令人感到变态的这个压制力，对方完全没有办法应对。这种情况，纵使你把拳王泰森带到现场啊，他也没法应对，哪怕是刘易斯他也只能干挺着。有人说这个张志磊和董建军啊，谁的实力更强啊？曾经有人私信问我但这个问题的话是可以研究一下啊，因为2个人本身啊，他的年龄差距是很大。如果非要打成一场，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张志磊多一点。那当然，董建军的实力也摆在这里也很强。因为这个董建军呢，身高是过于高了啊，所以说他打不了太长的比赛，也就是5回合差不多。而张志磊平时打的比赛呢，都是一些10回合、8回合或者12回合的一些个比赛啊，都很长。所以说如果真要打的话，那可能张志磊挺过了这个3回合之后啊，可能董建军就不行了。好，让我们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选手的表现。To actually take him off his feet. There's a straight, stiff right hand, Taishan just missed with a couple of right hands this round, but he's coming out thinking a little bit more offensive. Let's see if Rothman can. 虽然说董建军呢有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但是打的还是很谨慎。哦呦，这是推翻了对手。对方啊这个腿很软，不像个男人，观众朋友们。好，双方的换拳。哦呦，什么情况？再一次读秒，我们看一下。好，但是这个家伙选择坚持，前手点刺打得很准。哦呦，又一次，对方还不认输。哦呦，要小心，要小心疯狗咬人，狗急了要跳墙。要小心，董建军要稳住。哦呦，漂亮，又一次。哦呦，这个艾利克斯啊，观众朋友们不得不说啊，他还挺抗揍。好，还有最后的1分钟，对方还是不服。明白。哦呦，这才打到太阳穴了。我们看一下，裁判终止了对局。
没有错，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中国的超级巨人拳王董建军战胜了眼前的艾利克斯。我的妈呀，这个比赛打得太精彩了，酣畅淋漓。对方的艾利克斯很猖獗，然而被董建军的重拳啊，今天也是狠狠的教训了一番啊，确实太解气了。而且很多人在赛前担心啊，说董建军这么高，他的底盘会不会很不稳啊？这个打起拳来会不会这个晃晃悠悠的？然而，观众朋友们啊，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让我们恭喜董建军。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比赛一开始，双方还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打法。三轮玉树开始发挥他的腿部特长，而我们的薛神镇则开始进行他的拳腿组合攻击。薛神镇也一直在找这种重击啊。看一下三轮运输什么反应。三轮运输有一些懵，哎呦，三轮运输倒下了。其实不用看，大家也知道，最终的胜者一定是我们的薛神镇。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但是我上去我就要吃定他了。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腰带留在中国，不能让国外拿走。侧面的砸踢很有效果。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张伟丽的连击能力很强。好，地面对局，对方在张伟丽的面前呢，完全没有防爆摔的这个能力啊，想防，但是这个力量完全防不住。好，连续的砸击，打手。对方的长臂斩在打地面和近身战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尤其是那个前手的有一个摆打得很准。对方是搂住了张伟丽的腰，不想让张伟直起身来砸拳，但是他完全拦不住。好，连续的砸击。刚对方那个起床有效果了。对，加入这个用龙鞭啊借力。好，转身拿背，想做裸脚有机会。张伟丽的话，他的裸脚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爆发力很强。好，连续砸击，对方没有防守了。
完全把这个后脑啊交给了张伟丽。哦呦，裁判还不叫停，再打要出事了。哦呦，裁判出手是晚了一点点，但是完全不影响张伟丽的这个胜利。好在张伟丽的话下手还算比较轻，虽然说对手虽然很猖獗，但张伟丽的话还是以德报怨啊，我们并没有下死手下狠手。好，这场比赛张伟丽可以说是完全把对手碾压到底，仅用了不到1回合的时间啊，就让对方的巴西挑战者尝到了苦头。好，我们看一下半脚一摔，进入到地面之后啊，对方就完全没有再起来的机会了啊，除非是时间结束。而且你看张伟丽的这个大腿的粗啊，要比对方出了好多圈，这就是他啊短小精干啊爆发力的所在。很多时候张伟丽打一些对手呢，他的身高和臂展都不如别人，但是我们总是能在逆境当中啊找到一些个胜利的手段。好，让我们再次恭喜张伟丽战胜了对手，打得确实很精彩。那让我们恭喜张伟丽斩获了本期比赛的胜利。那我们也看一下张伟丽的采访都说了些什么。对张伟丽的这样一位半路杀出的对手，西蒙娜·多尔特有些猝不及防，一切结束得太快，仅仅在第1回合2分32秒，自己就输掉了比赛。然而输就是输，没有借口，只怪对手太过强悍，不仅临危受命，还跨级别应战。大前天跟我说的，然后来到这儿，昨天就称体重了，然后今天就比赛了，然后感觉自己有点稀里糊涂又拿一个腰带，对，但是我上去我就要吃定他了，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个腰带留在中国，不能让国外拿走，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也是对我来说的一个挑战，就是因为这么急，然后打腰带战，肯定是每个运动员都非常紧张的，因为这么大的比赛，然后如果万一输了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克服自己心里这点胆怯，这点惧怕。我如果克服它了，我就会更成长。巴西拳王不讲武德，竟然使用明令禁止的足球踢猛踢中国小伙的后脑，被惹怒的中国小伙拳爆头，直接将对手打飞出擂台，大快人心。有请蓝方，来自巴西的 Bruno Miranda。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巴对局，中国大战巴西。好，我们看一下首先出场的选手，这还跳了小舞，看他满脸春风，满脸得意，没有错，他就是来自于巴西的拳王米兰达。好，这个家伙把出场当成了走秀，你看他这个步伐像老太太一样啊，一迈一小步。好，这个米兰达的话来自于巴西啊，他的足球技术也非常的厉害啊。据说呢，他当年啊是想做一个足球运动员，但是没办法，巴西的这个足球竞争啊太大了，所以说选择了打拳击。但是这个家伙一直没有放弃当这个足球运动员的梦想。那这一次来中国更是狂言，要把中国选手的脑袋当球踢来训练他的足球技术，太狂了，观众朋友们。好，这个米兰达的话是33岁啊，一位拳坛老将了，上场战绩36胜18负2平。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中方的参赛选手，他的名字叫做赵帅。赵帅这个小伙子非常的年轻啊，也是我们中国散打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才19岁，观众朋友们才19岁，的确是非常的年轻。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小将，但是在对手看来啊，赵帅是一个毛还没长齐的小孩啊，对方呢不止狂，还狗眼看人低。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巴对局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看赵帅的气势上完全不输对手，但是这个年龄上啊，的确是小一些，作战经验上来讲也是少一些。当然我觉得没关系啊，我们的这个毕竟年轻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直接把对方啊拍在沙滩上就行了。好，废话少说，比赛开始。黑色拳套，红色战袍，中锋选手赵帅，19岁，一位散打小将。上场战绩目前的话是2战全胜啊。对方的话是米兰达，浑身上下纹龙画凤。这后背纹了是啥？仔细一看，这是土豆炖鲤鱼吗？还是什么东西？
但是仔细看的话，更像是茄子炖豆角啊。好，不要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对局。也就是以泰拳为主，所以在一开场的时候呢，他的低扫明显有泰式风格，已经连续3次打击在了红脚的支撑点上。对，这是他可能主要的进攻的套路。但是赵帅的反击，到边赵帅反击非常棒，刚才有2个前手的刺拳击中了对手，而且后手拳应该也是打到了对方的防守线里边。好，我们看赵帅这个小伙子的确是年轻啊，打法呢是非常有冲劲儿啊，非常的猛。他不在乎对方是什么战绩啊，什么拳王，你看乱拳打死老师傅，说的就是这个场景。好漂亮，接腿后的重击，哎呦，这个接腿太漂亮了，对方也是有些招架不住。而且仔细看赵帅的拳法呢，还有一些这个俄式大轮摆，有点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风格了。忽有击中，忽有击中。米兰达拳从他们2位的体型来看呢，他们都是抗击打能力很强的。刚才的这组混乱的拼拳也能够看得出来，不只是2个人打中对方之后都没有什么反应。我觉得米兰达的力量挺强的，因为他才矮了4码，他的身体维度比较的要粗一些。对。所以赵帅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可以用个正蹬腿啊，或者侧泰腿啊，控制他距离，打中远距离？其实到目前来看，比赛这是一个泰式。好，第一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那目前来看，赵帅在分数上应该是要比对方高很多了啊，有效打击数更高。哎，刚才赵帅还摇头挑衅对手，看一下能不能激怒对方的米兰达。看起来应该是起效果了。技战术以外，大出奇的风格其实很重要。对，赵帅实际上可以多用这个旋转拳，先去打中远距离，可能对他更有利。即便是哎呦，这个巴西的这种踢法，转身腾空后扫踢，这个在比赛里面非常少见。要突破反身后的腿，这就是对优秀运动员的体现体现出来了，就是我吃了亏没关系，我马上还你一个，而且一般是用相同的技术来还一次。刚刚有个气势，第一回合结束。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看一下2个人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好，我们注意看，红色战袍赵帅啊，一个19岁的散打小将。那么这个黑色裤衩便是巴西拳王米兰达。据说他这个足球踢得不错，赛前更是扬言说要把我们中国选手脑袋当球踢啊！哎，哦呦，这个是玩明显犯规的动作。刚刚对方有一个足球踢，但是裁判并没有扣分。然后这个家伙真是手段歹毒，这是明令禁止啊，而且是一个违规的动作。是，而且臂展的是，他不光已经是把肩速度是了，这个躯干都往前倾。对，所以很有危险。他要弥补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的劣势的话呢，这种打法也可以。做好防守。第2回合开局1分钟，对，开局1分钟之后，好像赵帅挨的有效的打击多了一点，比第1回合有所提升。对，还是没有距离可以。是因为他的意图是似乎是我支撑腿挨一个低扫踢之后，我冲进去，对，冲进去打拳。转身摆踢，扫到了，没有杀伤，扫到了。我们看这一回合，赵帅表现的是非常的冷静啊，打法上也是找机会还是得打。不好意思啊，我看起来是挺冷静，但实际上呢，赵帅这个丝毫不想冷静啊，但是要小心自己的前支撑腿，被这个米兰达呢是连续踢中好多次了。啊，你看这个扫踢呢是一个积累性的伤害啊，越踢呢这个伤害是越高的。刚开始没事，那后边可能就受不了了。看一下赵帅怎么处理。他的合拳还有上下线的互动，这个选手到目前为止，他打的水准还是非常高的。你看，很顺，而且距离也打得很好，对，能打进去。我觉得赵帅还是应该。
包括可以用一下正蹬或者侧踹等这个距离控制法，也会组成气势。当这个是2次高扫，摔倒了，对，那么有一次转身后蹬非常漂亮，转身后蹬很，然后这个双方同时的变形，很戏剧性，对，很戏剧性，像默契。好，这个好变形，在绳圈上面的复合拳进攻，好，这个就是杨长武的动作。好，观众朋友们，对方把这个踢足球的招式啊都拿出来了，倒挂金钩啊，舍身踢，有点意思啊。对方真是把这个比赛当踢足球了。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好，我们注意看对方这个足球踢哦，你可以看到，真是下狠手啊！我觉得这种人完全可以给他禁赛啊，以后不要让这种人来中国参赛，的确是太坏了。好，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重要的一局，对，独拔，肯定独拔了，而且他抓紧时间打下一轮，没错，这方非常重要。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啊，大家对这是一个非常的赢拳，这也是这个搏击的魅力。看，谁就是很难说，接着打，对，这个时候赢拳，对。好，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解不解气？对方扬言说把我们中国选手脑袋当球踢，结果自己啊脑袋反被当成沙袋一样暴打。我们看对方哈哈都打飞出擂台了，这算是进球了吗？观众朋友们，算是进网里了是吧？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赵帅进球了啊！好，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